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3号同韩国外长赵对列在北京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韩是近邻，应当常来常往，呼吁韩方与中方一道，排除干扰，相向而行，合力推动中韩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赵对列表示，希望此次访问成为韩中关系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韩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将做出何种调整？来看报道。王毅13号在与韩国外长赵对列会谈中表示，中韩是近邻，应当常来常往。近段时间，中韩关系面临困难和挑战，这不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不是中方愿意看到的。希望韩方与中方一道，坚守两国建交初心，坚持睦邻友好方向，坚定互利合作目标，排除干扰，相向而行，合力推动中韩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王毅指出，希望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慎重处理涉台问题，夯实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赵对列表示，希望此次访问成为韩中关系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韩方不赞成零和博弈，希望平衡地同各国发展关系，愿尽可能避免地缘政治因素制约，共同开启韩中合作新局面。上一次有韩国外长访华，还是在2022年8月，时任韩国外长朴振访问了青岛；而上一次有韩国外长到访北京，则是时任外长康京和在6年半前进行的。对于中韩外长这次会面，韩国媒体高度关注，认为赵对列对中韩关系的积极表态，与此前一段时间韩方实际奉行的亲美疏华政策形成对照，传递出韩方希望调整和改善中韩关系的信号。韩联社称，赵对列在开场白环节多次强调两国要聚焦合作。在会谈结束时的发言中，赵对列表态称，即使有困难，也要解开纠结的线团。他还在约1400字的不长讲话中7次提到合作一词，强调了发展对华关系的意愿。韩国中央日报也认为，随着最近中国加强同美国等国的外交协商，中韩关系也有可能转换风味。我觉得这次这个赵对列外长访华，其实也是表现了韩国愿意跟中国进行合作的这种愿望。其实中韩之间需要在这个时候，增加互信。寻找新的合作的可能性，然后为这个5月份的这个中日韩的峰会找到更多的这个合作的基点。中韩经贸合作规模大，互补性强，去年贸易额突破3100亿美元。中韩如何在竞争中寻求合作，也是外界关注重点。赵对列13号一早从韩国启程，到达北京后，首先与在华韩企负责人举行座谈会。他在致开场白时提到，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两国经贸关系也从过去的互补性关系逐渐转变为竞争性关系，这给韩国企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韩国贸易协会4月底最新发布的2023年韩中两国出口相似度指数显示，中韩两国在全球市场的出口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在半导体、汽车、电器、电子等韩国传统支柱产业，出口相似度指数较5年前均出现增加。实际上，中韩经贸关系的调整与美国胁迫韩国所谓去风险所造成的连带性损害有关联。彭博社认为，这次中韩外长会是在美中芯片之争加剧的背景下举行的。预计美国的半导体出口政策是会谈的议题之一。近年来，美国拉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组成所谓芯片4方联盟，企图围堵中国半导体产业，包括对华先进芯片及制造装备的出口实行封锁。据韩国东亚日报4月份的报道，韩国是在半导体领域受害最深的国家，去年该国的芯片出口萎缩超过20%。报道还提到，由于美国施压，韩国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缩减了他们在中国工厂的升级和扩建计划。这一行动触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对韩国国内的设备企业造成了影响。实际上，中韩供应链合作十分成熟，两国企业从合作中获益良多。2022年8月9号，王毅在山东青岛同来华访问的时任韩国外长朴振举行长时间会谈后的新闻通稿显示，双方同意就维护产供链稳定事宜开展对话，致力于产供链的完整、安全、畅通、开放和包容。
外界还注意到，那次朴振来华之前，韩国总统尹锡悦还高调召见他，要求他就芯片四方联盟等问题向中国充分解释，以打消中国疑虑。但在美国的拉拢下，尹锡悦政府在对华产供链合作的态度上态度摇摆。去年8月，在美国戴维营举行的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后发布的文件显示，三国打着供应链多元化的旗号，谋求降低对华经济依赖，并联手维护美日韩三国在高端产业链和高新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并通过印太经济框架、半导体联盟等排华性多边机制下的合作，抢抓地区经贸和技术规则主导权，以形成对华竞争优势。韩联社报道称，中方多次呼吁中韩关系应排除干扰，似乎是对美国将韩国拖入与中国战略竞争的供应链重组进程的警告。在此次中韩外长会上，两位外长也商定为加强稳控供应链等经济合作，继续保持合作。中韩经济还是受着很大的第三方的影响，尤其是这个拜登上台以来走的这个高科技跟中国竞争，然后呢这个小院高墙，这些都伤害了中韩经济，尤其是韩国的这个在中国的投资。中日韩三国如何进一步合作，也是此次韩国外长访华的重要议题。韩联社13号报道称，第8届中日韩工商峰会将于5月底在首尔举行。此次会议将由韩国大韩商工会议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及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共同主办。而上一次中日韩工商峰会是2019年在成都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同期举行，所以三国工商界时隔4年多再度举办会议，也被视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即将重启的积极信号。多家韩媒报道，韩国外长赵对列访华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希望就本月底可能在韩国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与中方进行协调。韩国外交部消息称，中韩外长商定为即将在首尔举行的第9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保持合作。中日韩的这个峰会其实起到了很大的这一个象征性和这个实际的这个突破性的意义，就是东北亚关系并没有走向阵营化，也并不会出现大家预想当中的新冷战的局面。也最重要的是可以寻找新的合作点。其实中日韩在金融、经贸还有服务产业有很多可以这个合作的这个合作点和这个新的合作方面。值得关注的是，韩日关系出现摩擦。近日，围绕一个聊天应用程序的股权归属问题，韩日又产生了新的摩擦。韩国在野阵营批评尹锡悦政府对日本奉行屈辱外交，招致了争端。韩国第2大在野党祖国革新党党首曹国13号更是登上韩日争议岛屿独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主岛。曹国在岛上痛批尹锡悦政府是史上最糟糕的亲日政权，日本政府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对于王毅与韩国外长赵对列在北京举行会谈一事，您有些什么样的观察与思考呢？我注意到，在这次会谈当中，首先两国外长都非常坦率地承认了当前的中韩关系正处于艰难时期。这一点啊，我们从中韩两个虽然是一衣带水的东亚大国，但韩国外长却长达6年半未能访问北京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其次，中国外长王毅直截了当地指出，造成中韩关系困境的根源在于外部干扰，而韩国外长赵对列也隐晦地承认是因为地缘政治因素。那么所谓的外部因素干扰，我们也可以毫不避讳地说，其实就是来自于美国的干扰。而且所谓美国的干扰是在全局和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也就是为了遏制中国。而且实事求是来说，美国这一战略布局的确是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给中国带来了相当大的困扰。包括欧盟不仅在意识形态和军事上跟美国抱得更紧了，而且在中欧经贸上也开始跟美国搞所谓的去风险化。在印太，尤其是东亚地区，韩国不仅在意识形态和安全上进一步倒向了美日韩阵营，而且使得中韩经济交往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甚至连原本应该定期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峰会都被搁置了好多年。而这样一种局面，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外交战略与战术上将会面临着2种选择：其一是采用激进的外交战略与战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如此一来，
也就正中了美国的下怀。中方还有第二种选择，也就是理性与务实的选择，也就是我不跟你美国斗气，更不跟美国的盟友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破棍子破摔的零和游戏，而是顾全大局、着眼长远，按照自己的步骤和节奏，继续稳妥地推进跟美国盟友之间的关系。甚至即使包括欧盟与韩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在意识形态与安全上继续倒向美国，那我还是要一如既往地推动双边的经贸交往。因为作为一个理性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在处理外交关系的时候，即使无法实现最好，也要坚决防止最坏。那在您看来，中国为什么会选择欧洲的法国、匈牙利、塞尔维亚以及东亚的韩国着手，来化解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呢？确实，当美国执意在全球范围内挑起对中俄朝等国家的所谓新冷战之后，在美国的盟友当中，的确是掀起了一股不能够算太小的选边站队潮，而且有些激进的国家，比如日本，不仅在意识形态与安全领域内选边站队，甚至是在经贸领域内也开始选边站队了。不过尽管如此，美国的盟友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在其内部不仅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利益分歧，而且在全球秩序与区域安全的构建等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这就为中方进行外交突破与战略反制提供了比较好的切入点。至于中方为什么要选择跟韩国改善关系，那是因为跟吃了秤砣铁了心的要跟美国绑在一起的日本相比，第一，跟在政治、经济、外交与安全上全面倒向美国的日本不同，韩国虽然在政治、外交与安全上倒向了美日阵营，但是在经济上仍然是非常需要中国，甚至是非常依赖中国。第二，在政治、外交与安全上，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韩国并没有像叫嚣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岸田政府走得那么激进、那么远。第三，更为关键的是，在解决朝核问题、防止半岛发生战争问题上，韩国仍然离不开中国。尤其是近来俄罗斯与朝鲜关系的全面走近之后，韩国将更加需要，也更加依赖一个在半岛事务中主张理性与克制的中国。